于是接下来的日子，兰草便每隔一天去医馆学习，直到医馆正式开业之后，他才算是正式开始学东西。不过由于他对药材什么的并不熟悉，起初便跟着平安在后面熬药、分拣药材什么的。在干活的同时，他真的认了不少药材，不同的药材有各自不同的炮制方法，自己需要学习的还真的不少。让齐大夫惊奇的是，自己才教了没几遍的汤头歌，兰草听过2次之后就能背下来。虽然里面的内容他不怎么了解，但是能这么快就背下来，还真是让人意外。觉得兰草在医学方面是灵性十足，整个人又很能受得了学医的苦，将来说不定能成为一个学术很不错的大夫呢。就这样，齐大夫对于兰草学医的事情更加上心，自己有空的话都亲自带着他。这天，兰草从医馆回来之后，发觉院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喜气洋洋的。嬷嬷，今天是什么日子？还把我院子特意装扮一番，小叔那里也重新布置了吗？哎，我的姑娘哎，明天可是您7岁的生辰，老奴可是一早就开始准备了。啊，我的生辰？对于兰草来说，她从来没有过生辰，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生的。是啊，姑娘，明天是3月初4，正是您的生辰。原来我也是可以过生辰的。想到之前在兰家时，兰园过生辰时那满满一大碗肉，那装进书包里香喷喷的煮鸡蛋，那崭新又神气的新衣，兰草不是没有伤心失望过，只是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而已。她也只能把羡慕默默地放在心里。现在好了，居然有这么多人为了自己的生辰精心装扮，她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可是小叔去年都没有好好过生辰，怎么到我这里就这么铺张？我那时候不是特殊情况吗？不过那样一个有意义的生辰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很喜欢。小叔，你回来了。小丫头想那么多干什么？你可是家里的福星，又是在家里的第一个正式的生辰，自然要隆重一些，辛苦费嬷嬷了。她对于费嬷嬷的布置还是很满意的，自然客客气气谢过。丰盛可是知道这费嬷嬷也是国师府那边的人，自己多些尊重总是没错的。二爷客气了，这都是老奴该做的。明天啊，我向先生请了假，陪着你一起玩。好呀，小叔自从去学堂之后还真没怎么玩过，明天一定要尽兴。兰草乐得拍手称赞。二爷，姑娘，李二哥回来了。你说的是李老二回来了？他人呢？顺便让大厨房多准备些好吃的，再多准备些热水。他们赶了这么长时间的路，想必又累又饿了。给二爷姑娘请安。快起来！你们在西北怎么样啊？这次回来可是有什么事？大哥有什么交代？大爷在西北很好，他的武艺高强，用兵也很有一套，不足1个月就在军营站稳了脚，已经手底下的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我就知道大叔很厉害呢，一定很快就能降服那些人。兰草对于丰年可是很有信心的，听了李老二的话，不由有些得意起来。大哥让你这个时候回来，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只要大哥在西北一切顺利，自己和小草在家里也能安心不少。大爷特意安排小的回来给姑娘送生辰礼，还有几封信要带给主子们。李二叔真是辛苦了，香梨，快去拿一坛子我酿的好酒，让李二叔他们尝尝。李老二一听是自家姑娘酿的酒，一对眼睛立马就亮了起来。之前他可是在大爷那里喝过一次，不光无比美味，还不上头，喝下去整个人舒服的不行。没想到自己才回来就能喝到姑娘亲自酿的美酒，路上所有的疲惫都值了。多谢姑娘赏，小的们今天是有口福了。这是大爷让小的们带回来的信。兰草两人接过信，不约而同都动手拆起来。大爷给姑娘带了几套西北那边的精美衣服，说让姑娘没事穿着玩。二爷也有2套，另外还给姑娘带回一匹小马驹，是西北那边难得一见的宝马呀。真的？那我去看看。兰草被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来了兴趣。她很想知道西北那边的女娃穿的是什么好看的衣裳，也想见见大叔给自己精心挑选的小马驹。兰草目光闪闪盯着放在屋子中间的大箱子，一脑袋扎进箱子里，好奇的将里面的物件一样一样往外掏，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我已经让大厨房那边准备好了，你们快去用饭吧，晚上好好休息休息。他见兰草这会儿恐怕早已经将李老二给忘到了脑后，便出声让他们下去用饭休息。多谢二爷，大爷也给您带来东西，小的一会儿就送到您的院子里去。飞月姑娘进来可好啊？他可是知道自家大爷心里挂念眼前这位的，说不定以后就是封家的女主子了，可不能得罪了去。要知道这位可是个厉害的，自家大爷都不是他的对手。一切都好，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西北那边怎么样？可还顺利？绯月跟在兰草身边的时间越久，往常脸上常挂着的冷意都少了许多，尤其是现在是李老二从未见过的温和。飞月姑娘放心，大爷在西北一切都好，这是姑娘的。有劳你们了，快去用饭吧。他就知道丰年这一次派人回来一定还会给自己带信的。兰草
喜滋滋的把玩着大箱子里的小物件，看看这个又看看那样，尤其是那2套颜色艳丽、装饰着各种宝石的衣服，让兰草喜爱至极。这衣服好看，颜色亮丽，看着都喜庆，似乎骑马也挺合适的。那我下次出门就穿这个，一定是街上最显眼的那一个。兰草抱着新衣服在屋里再次转了一圈，恨不得现在就把衣服穿上去外面显摆显摆。还真是个孩子，有好东西了净想着出去显摆。好了，我先回自己院子了，你也早去睡，养足了精神，明天可是你的生晨，小叔带你玩。好，小叔慢走。他也要回去看看大哥给自己带什么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奇玩意儿，心里还是有些期待的。姑娘这么早就起了，今天可是您的生辰，不多睡一会儿？正因为今日生辰，可不能多懒，要不然后面1年都是懒的。先去练功，一会儿回来了再仔细梳洗。大哥的眼光真不错，咱们小寿星今天这身确实喜庆。真的吗，小叔？兰草喜滋滋的原地转了个圈。那当然，你可是咱家最可爱的那个。喏，瞧瞧，小叔给你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哇，这么可爱的娃娃！兰草一下子就被盒子里摆放的几个小巧精致的陶瓷娃娃给吸引了全部心神。你喜欢就好，这是我之前特意在县城的珍宝阁给你找的，虽然不是多珍贵的材质，但是还算精致。丰盛很开心自己选的礼物能得到兰草的喜欢，我一会儿就把它们放到书房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走吧，小馋猫，我们先去用早饭。好。也不知道刘婶今早做了什么，居然闻起来这么香。哇，刘婶今天的早饭做的都是我喜欢的呀。哎呀，先吃哪个呢？喜欢就多吃些，这个是刘婶专门给你做的，我今天算是沾了你的光了。过生辰可真好，过生辰还真是幸福。今天你生辰，咱们中午在家里用饭庆贺一番，然后带你出去玩。好，都听小叔的。兰草这会儿心里美得冒泡，被人惦记着安排过生辰，原来是这种滋味，很好呢。很快便把早饭吃完了。等着兰草从房间里走出院子的时候，家里的所有下人全都在场，全都笑盈盈的下跪行礼。大姑娘生辰喜乐！兰草先是愣了下，一下子被这样的场面给惊呆了。他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多人给自己祝福，竟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先是回头看了一眼丰盛，发现对方正笑看着自己，并且对自己鼓励的点点头。兰草深呼吸了一下，将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往下压了压。大家都起来吧，今天每人多发1月月钱。兰草之前还听费嬷嬷讲过的，一般人家遇到喜事就是赏个月钱什么的。谢大姑娘，大姑娘平安喜乐。兰草见众人高兴，他脸上的喜色更多了几分，说明自己刚刚的处理还算妥当。都起来吧，今天每人多加2个肉菜，1套春装，都是大姑娘给大伙准备的，一会儿去刘管家那里领。谢大姑娘，谢二爷，祝大小姐喜乐安康。他没想到自己过个生辰，老高也准备了礼物，想来这是魏康一早就安排好的。快起来，你有心了。这是老爷和夫人一早就吩咐老奴在小姐生辰时送上来的，希望小姐能够喜欢呢。好，兰草脸上的笑容多了几分，他知道亲生爹娘也惦记自己，那就行了，这样就够了。打发走老高之后，就见李老二牵着一匹小马驹走了进来。哇，居然是这么漂亮的小马！兰草情不自禁伸手去摸那小马背上光滑油亮的毛，对方居然也不躲，就那么乖乖的站着让他摸。这小马的性格真不错，是个温顺的。以后你就是我的新伙伴了，以后我和你一起去外面闯闯。兰草说话的同时，还从身上的布袋里掏出一个竹筒，这里面装的可是空间里的清泉水。他将清泉水往自己小小的手心倒了一些，快速将他手心里不多的清泉水给舔掉。平安来了，小师妹，生辰喜乐！这是师傅让我送给你的生辰礼物，原本他老人家是要亲自过来的，只是医馆那边突然有事，他一会儿处理完了就过来。齐大叔怎么会知道今天是我的生辰？这我就不知道了。原本师傅已经换好衣服准备过来了。他的脑海里还在回想着突然上门的媒婆，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媒婆上门是要给谁提亲呢？兰草喜滋滋地抚摸着手里的盒子，听着平安的解释，因为有府衙那边亲赐的牌匾在，齐大夫的医馆自开业就很火爆，他的名声在县城里可是传得很开，县衙那边更是因为他最早深入疫区救治百姓，发了一笔不菲的奖励，临时有人上门求医也很正常。往后在医馆里还请多多关照小丫头。这话还用你提醒？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还能亏待了小丫头啊？更何况以往他可没少帮我们，回报他都来不及呢。快来看看，这是我大哥从西北专门给小草送回来的小马驹，是不是很神骏？这马可真是神骏，单看这毛色就知道这是好马。听到平安这样夸自己的小马，兰草直接笑眯了眼，现在他也是有
小马了，以后一定会养得比小叔的那匹更好，毕竟自己空间里可是有不少好东西呢。那是，大叔选的马必定是好的，以后我要带着它去外面的世界闯闯呢。好啊，到时候我跟你们一起，还能一边行医一边长见识。好，那到时候我们一起去西北找大哥，也让小马回他的故乡看看。旁边的丰盛也升起了说不尽的豪情，他想去追赶丰年的脚步。我以后要像我师父一样悬壶济世，去救助千千万万被病魔缠身的人，当然也有像他一样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跟其他杏林前辈讨教医术。我要把身上的功夫好好打磨一番，然后就跟着大哥的脚步去西北闯一番，能建功立业那就更好了。我丰家男儿都是要去那里闯一闯的。我要好好长大，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兰草听了两人的话，不由想起爷爷和大叔曾经说过的话，他们都希望自己好好长大就行。好，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忽然一声叫好声打断了几人的畅想。齐大叔你来啦！师傅，齐大夫来了，快请进屋。向里上茶。小丫头已经7岁了，这可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礼物，回头有时间了再拆开，保证你会喜欢。这马是我大叔从西北送回来的，庆贺我生辰。从西北送回来的，我还以为那家伙把这事儿都给忘了呢，还算他是有心。这马不错，好好养。我大哥就算是忘了我，也不会忘了这丫头的生辰。你呀，这还吃味了？哪有？齐大夫直接被丰盛少有的羞赧给逗得哈哈大笑。齐大夫，你看我的衣服好看不？这也是大叔从西北带回来的，跟咱们这里的衣服不一样。果然不一样，这颜色啊确实艳丽许多，就连花样也很是不同。小草穿什么都好看，喜庆。之前听平安哥说医馆临时有事，可是有什么棘手的病人上门了，今天会不会耽误了医馆的事情啊？听到丰盛提到医馆的事情，齐大夫罕见的老脸一红，连忙打起了哈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没事没事，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这事儿他还是过几天再跟几人透露吧。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吗？午后小叔要带我去看戏，齐大叔一起。我还是不了，那里太吵。那午后我就先回医馆。平安呢？你要不要去听戏啊？也松快松快。这小子自从来到县城正式拜师之后，也是累了许久，都没有放松过一刻。今天也是个机会，让他出去松快松快。真的吗？师傅，我也可以去听戏吗？平安惊喜又意外地看向自家师傅。去吧，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也去放松放松，晚间再回医馆吧。谢谢师傅。谢什么呀？和他们一起玩去吧。让兰草几人都没想到的是，兰安平带着兰浩出现在了封家门外。姐，小叔，慢点，小心摔着。这臭小子怎么这么失礼啊？不是在路上已经交代过许多遍了，怎么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再看看有威严又不失礼貌的丰盛，我家臭小子真的是没法跟人家比。二伯小浩，你们怎么来啦？兰草顺手拧住有些过度兴奋的兰浩的耳朵。疼。现在这臭小子得你们2个收拾，这下老实了。你今天怎么来县城了？有啥事？来给你过生辰啊！姐，我跟你说，我和爹可是给你带了礼物，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生辰的？我爹说你出生的日期他也是知道的，只是惭愧这些年什么都没做，现在想要尽一份心。丰盛也知道了兰安平的来意，只是他并不想说什么，依旧面带笑意把人请进了前厅。就连魏康他都没放在心上，不要说这兰安平了，只要不伤害小丫头就行。齐大夫见到来人是兰安平父子，也是愣了一下，不过同样作为客人，他也是客客气气跟兰安平打个招呼。姐，我可是第一次来县城，你先带我在你院子里看看。也就顺势跟着他走了出去。丰盛倒是想跟他们2个一起出去，但是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主人，他还是要留在这里陪着客人呢。我家那小子让你们见笑了，这么大了还是不懂事，这已经很好了。听说已经把人送去读书了。兰浩无比羡慕的在兰草的院子里转了一圈，兰浩的手时不时摸向自己的胸前，有些踌躇的看向旁边衣着光鲜意气风发的兰草。你怎么啦？在想什么呢？姐，今天是你的生辰，我悄悄的给你准备了礼物，只是现在看起来太过寒酸，有些犹豫要不要拿出来。你给我准备了礼物？是真的，我自己准备的。那你还不拿出来？这荷包和里面的东西是我用自己挣的钱
钱在镇上买的。姐，你别嫌弃寒酸，这也是为我以前做的混蛋事儿向你赔罪。先生说我以前做的错事，终究是要自己来面对和承担的。只见一对红色像珍珠的珠花出现在手里。你干什么挣的钱？我去年秋天跟着二舅家的表哥在山里采蘑菇，后来全都晒干，卖到镇上的杂货铺了。姐，我真的知道错了，害你挨打，还自己玩火，还烧了你的头发，差点害了你的命，我错了。行啦，兰家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我早就原谅你了。走吧，我们回去吃饭。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美味的蓝浩，更是全程都没抬头，只努力往自己嘴里扒饭。最后还是蓝安平实在担心他会撑破肚子，强制他放下筷子。你要喜欢，等你回去的时候，我给你带一些点心吃食，也能让伯娘尝尝。真的？当然是真的，给你带2个食盒回去，我一会儿就让香梨去安排。他也怕这小子再吃下去，会真把自己的肚皮给撑破了。嘻嘻，好，那我就不吃了。饭后，齐大夫率先带着平安跟兰草两人告辞。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小草记得自己的话，开开心心长大。小草，那我和小浩就先走了，你叔公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回去呢，他还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我没跟你商量，也就没告诉他了。叔公他们住在哪里呀？改天我休息了就过去拜访他。兰草可还记得当初自己被扔进山里时，就是这位叔公号召村里许多人去山上找自己，还做主将自己原本的户籍改到了他家。你不介意？他家住在城南桂花巷，离这里不算远。我让大河加马车送你们回去吧，顺便让他认认门，改天不去医馆了，就过去拜访叔公。 2个大食盒已经准备好了，就放在马车上。听到没有？食盒一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还有一些你和小弟可以用的小玩意儿，都在马车上。去吧。给老太爷带一份礼过去，不能失了礼数。是二爷，小的这就去准备。二叔，我们回来了。爹，食盒。知道了，快跟叔公问好，你叔公都担心你一天了。叔公好，我和爹带回来了好吃的，一会儿您多吃些。哈哈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眼看着天色都黑成这样了，还不见你们回来，确实是有些担心呢。你们这是……大河这会儿已经把2个食盒交给蓝安平，又从马车上捧出几个礼盒来。老太爷安，这是我家姑娘专门让小的送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大河兄弟别那么多礼，看把我二叔吓了一跳。咱们先进屋，这是小草那丫头身边的人，咱们先进屋再说。蓝桂山乍一听到蓝安平说的小草，也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似乎想到了什么，赶紧侧身请大河进院子。老太爷，小的今天就不进去了，时间不早了，小的该回去复命了。我家姑娘说过几天她再过来拜访。那可不行，大河兄弟，这么说都到了家门口了，还是进去喝杯茶吧。对，喝茶。走吧，进去小坐一会儿，这都到家门口了呀。于是，一家人便热情地簇拥着大河往院子里走去。好，我就知道那个孩子是个福大命大的，还有你这小子也是，既然一早就知道那孩子还活着，怎么不跟我这把老骨头说呀？害得我时时想起，总要哭上那么一场。要知道，小草可是咱们蓝家唯一的女娃啊！蓝桂山说着，眼睛已经湿润。大河小兄弟，稍微等上片刻，我这有东西，还请你带回去给那丫头。她只要现在过得好好的，来不来看我这把老骨头都是无所谓的。说着，他便朝自己的卧房走去。之前蓝安庆犯事儿那次，他就感觉到了奇怪。那天在刑场，他似乎晃见了小草的身影，只可惜当时人太多，他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后来他隐约猜到一些，那丫头应该还活着，只是不愿再认蓝家人，他便也放下了想要探究的心思。直到今天大侄子明确说明了对方的现状，他一直愧疚的心才彻底安下来。那么好的孩子，怎么能那么轻易的死掉呢？老天还是长眼的。蓝桂山抬手擦掉因为高兴而流出来的泪，从自己炕上的枕头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红布包来，然后定了定神，这才再次走出卧房。这是他当初把小草的户籍改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打的平安锁，家里的每一个小子都有。虽然当时已经确定蓝草在山里回不来了，他还是找人打了这把银锁，没想到今天居然能够送出去了。蓝桂山将小红布包交到大河的手里，然后郑重地交代着：大河兄弟啊，把这个交给小草，这是他出事的第2天，我专门去镇上打的。老害我心虚啊，之前没能好好的看护他，早知道老大一家能干出那样的事，我一早就该把那孩子抱到我家养的。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不过好在那丫头福大命大，总算是闯过去了。老太爷放心，小的一定将东西带到，您先歇着，小的这就回去了。他还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生辰礼，一时竟然有些不知道先拆哪一个好。香妮跟在兰草旁边也是兴奋的不行。哇，姑娘，这套衣服真是精美，魏老爷还真是用心了，还有配套的鞋袜、头花呢。我都多大了，怎么还有这么可爱的帽子啊？好喜欢！这是齐大叔送来的，里面有他记录的卖案，得收好。先是把玩了一遍丰年带回来的各种小物件，然后又看了梁安平送来的布包，里面是李氏亲手做的2套新衣裳，还有一对银镯子。这样的礼物对于他们家的境况来说已经很是贵重了。上午老高送来的东西，绣工精良的衣服有4套，春夏秋冬4季各1套，配套的头花鞋袜都有，然后就是一些好玩的小物件。让兰草惊喜的是，这里面居然有一张地契，是位于县城外面的一个庄子，还有一张位于城内东大街的商铺，同时还有10个人的卖身契。看来这些就是亲爹魏康给自己的产业了，一个庄子，一个铺子，回头有时间了可以过去看看。姑娘，这是主上刚刚突然送来的。他刚一打开就被里面雕刻精美的福娃娃给惊艳到了。他自己虽然也在学习雕刻，但是自己的作品跟眼前的相比而言，似乎还少了许多灵气和韵味。更让他惊喜的是，眼前这福娃不光雕刻的精细入微，居然还有好几处小机关，这些都是自己现在欠缺的东西。他之前也试着往自己雕刻里加入机关，但是进展很慢，不能很好的隐藏起来，总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看到眼前这个雕刻，它就是照明的油灯一样，让兰草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同时也有了目标，不停研究着上面的机关。许久之后，兰草爱不释手地放下手里的木雕，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了，带着木雕和翡月送来的盒子进了空间。他居然发现书桌上又多出了一些新的物品，这是爷爷送的，爷爷居然是知道我生辰的。哇，这么好看的头花和发带。兰草一眼就被满满一盒子各色精美可爱的头花迷花了眼，也不知道这些头花是什么做的，造型别致、逼真、可爱、娇憨、灵动，全是他现在这个年纪最喜爱的。这下好了，这么多头花，我要一天换一对。齐大夫应该是在给自己找人，听说对方是县城乔家的女儿，家里有个药材铺子，因为接连守孝耽误过说亲。看来过不了多久，师傅就要办喜事了。几天后，齐大夫正式宣布他要娶2房了。齐大夫上次成亲时是被继母强按着成的亲，选的还是一个乡下粗俗的村姑。这么多年，他虽然也教了对方不少，但是在见识上始终差了些。这一次成亲的人选是自己相中的，脾气秉性都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乔家姑娘从小就在药材堆里长大，跟自己有着相同的爱好。同一时间，京城齐太医府上，在太医院忙碌了一天的齐天亮急匆匆回到家里。娘，出大事了！亮儿，这是出什么事了？把规矩都忘了。母亲，是儿子太着急了，才失了规矩，望母亲见谅。说说吧。满意的看着已经在太医院站住脚的儿子。母亲，儿子今天在太医院得到准备消息，之前万县瘟疫时大出风头，还被院判大人赞不绝口的齐大夫出自清溪镇。清溪镇？那不可能！当年我把你父亲留下的所有医书都给了你，一本都没给他留。那小子没办法才去府城投奔了你那该死的师伯，要不然他只怕连把脉都学不会。齐老夫人听到自家儿子提到清溪镇，立马就想到了自己那个继子，转而他又摇摇头，在自己刻意打压下，那个逆子其实并没有学到多少医术，比起自己的亲儿子，那可是差远了。母亲，你好好想想，清溪镇可就那么大，姓齐又行医，以前可就只有咱家呀。想必院判大人提起的齐大夫就只有齐天明了。这倒也是，从你祖父那一辈开始，咱们齐家就一直是行医的，还是我儿子最有出息，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了太医。齐老夫人说着，不由洋洋得意起来。如果不是自己当初一力主张儿子进京，只怕现在还缩在清溪镇那个破地方呢。母亲，那我们怎么办呀？现在院判大人天天念叨清溪镇的齐大夫，只怕用不了多久他也会到京城来。院判大人又那么看重他，到时候儿子只怕要被他压一头了。不可能，只要有我在一天，那个逆子就不可能爬起来。当年我很是费了一番功夫，才将那个逆子打压下去，怎么可能让他轻易翻身？可是儿子听说万县瘟疫时，他可是第一个用正确的药方治病救人的。母亲，您说是不是父亲还给他留了别的医书呀？如果自己那好大哥的手里真的有什么医书孤本的话，势必要将他抢过来。反正为了孝道，那人也不敢反抗自己母亲的。你说真的，他手里还有医书？我当年明明收走了所有的医书，那个逆子怎么可能有什么好方子？现在整个太医院都知道这事儿。当初万县瘟疫时，他可是第一个闯进去的大夫，在县城里
跟病人一起生活了2个月呢，结果没有一点事儿出来了。陛下和国师对他都赞不绝口，听说还赏了不少好东西呢。齐天亮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事儿的，嫉妒的他眼睛都红了。想想自己现在在太医院，只是负责给各位贵人熬药，完全没有机会在人前露脸，他就觉得前途渺茫。如果再这样只能熬药，只怕他以前的所学都要生疏了。不行，得回清溪镇看看。趁着现在我的身体还算硬朗，还是我回去吧。只怕你回去也压不住那个逆子，你去让人收拾行李，后天一早就出发。今天是齐大夫迎娶二房夫人的大喜之日，兰草和丰盛一早也装扮一新，带着他们准备的贺礼赶了过去。整个院子立马被喜气洋洋的唢呐声和鞭炮声包围了，所有人都被这一份喜气感染，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意。齐大夫都要娶二房了，也不知道大叔什么时候成亲。早知道该让大叔成了亲才去西北的。他看着喜气洋洋的院子，不由想起还在西北拼杀的丰年，这什么时候才能成亲生子？坐在他旁边的斐月听自家姑娘的感叹，不由红了脸。虽然他和丰年这段时间也通了几封信，也交换了定情信物，只不过听到姑娘提到丰年成亲的时候，这颗心还是猛跳了几下。姑娘，大爷的事情他自己放在心上呢，您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家姑娘真是个小大人，净爱操长辈的心，没见斐月姐姐脸都红成啥样子了。这不是心里着急吗？说起来，大叔都27了，也不知道老爷子在京城急成什么样子了。咱们今天回去就给大哥写信，让他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免得下次他回来时被齐大夫的外孙叫爷爷。我家老夫人是这家医馆齐大夫的母亲，从京城回来探望儿子，却不想被拒之门外，还请各位乡亲一起来评评理啊！齐大夫这人一向不错呀，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听说县城已经传遍了，说他什么不敬母亲、宠妾灭妻，还欺师灭祖什么的，可多了呢。看不出来啊，齐大夫居然是这样的伪君子呢！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看看那个逆子有多不孝啊！哎呀，这老夫人看着怪可怜的，大老远的回来看儿子，居然被这么对待。父母，您别难过了，孙女儿心疼。老夫人，您别伤心了，您这身体受不住啊！这些人那凄凉又悲愤的哭诉，惹得许多路人都跟着掉起了眼泪。气死我了！这些人居然这样胡说八道。姑娘，这事不能动手，不然就真坐实了他们刚刚说的话了。齐大夫的名声可就真的被抹黑了。你们这些小崽子跟那个逆子一样不孝，把老婆子我赶出医馆，还动手打了我的人。哎呀，这都敢跟长辈动手了呀！我的命可真苦。哪有当娘的故意在自家儿子的医馆里捣乱生事？不是谩骂驱赶前来看病的病人，就是无休止的向掌柜的要钱。我又没见过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我师父的亲娘？万一你是冒充的怎么办？你这个小兔崽子，跟那个逆子一样不孝。老婆子回来好几天了，那个不孝子一次都没有露面，就连他那一妻一妾都没有一个过来请安伺候。老夫人见平安一下子就把局面搬了过去，看向他的眼神恨不得当场刀了他。我师父每个月都要去偏远山村义诊，许多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事，他根本就不知道京城来人。被平安这么一提醒，许多熟悉齐大夫的行人也想起了这事儿。他们是确实听说过这个医馆的大夫每个月都下乡义诊，有时候也在城里免费给老百姓瞧病，纷纷对于齐大夫赞不绝口。老夫人眼见着周围的人都站在医馆那边去了，气得快要背过气去。只是她还没想好要怎么扳回局面，就见一个女人冲到自己面前，直接抱着自己的腿开始哭嚎起来。老夫人，您不能这样败破夫君的名声啊！求求您了，求您放过我们家吧！老夫人，求求您放过夫君吧！您和二弟离开时，您和二弟就带着父亲留下的所有钱财和家传遗书离开了清溪镇，可是除了一座小院，什么都没给他留下。这10多年过去了，夫君好不容易靠着在府城师伯那里学到的本事，在杏林界站稳脚跟，您这是又要闹什么？您这样不是想活活叫人逼死吗？父亲和仙婆母如果知道您这样搓磨齐家的长子，也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来找您啊！兰草以及医馆所有人都没想到赵氏会在这个时候冲出来，最重要的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让周围的人都吃惊不已，这简直就是活生生撕下了老夫人的脸皮扔在地上踩。赵巧兰，你这个贱蹄子，你怎么
敢胡乱编排我的？快给我滚开！老夫人气得脸色煞白。妈呀，我算是听明白了，这老夫人是个技师，以前没少搓磨前头夫人留下的齐大夫。真够不要脸的，当初都卷着家产和传承遗书带着亲儿子离开了，现在又回来做什么？只怕是看着齐大夫最近在杏林界名声大起，又得到了京城和府城那边的赏赐，想回来抢东西的吧？他抬手就对着赵氏的脸上抡了一巴掌。你这个贱人，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竟敢在这个时候编排老娘，真是胆子肥了！求求您了，您要是实在气不过，就打儿媳妇出气，儿媳妇以前也都习惯了，受得住。你给我闭嘴！这个蠢货怎么句句都说到点子上？他不可能想到这些，是什么人在后面提点他了不成？今天过来之前，他可是得了人的指点，一定不能让这老夫人败坏了自家男人的名声，要不然儿子以后的媳妇都不好娶了。老夫人，求求您放过我们一家吧，眼看着您的大孙子就要说亲了，您这是打压齐家的长子还不够，还要继续打压齐家的长孙不成？齐家的列祖列宗，你们睁开眼看看呐，您大儿子一家快要被欺负死了呀！兰草这才发现乔氏这会儿居然也在身边的人群里，他还贴心的给赵氏递了一杯水过去。更奇怪的是，赵氏居然没有推拒，顺手就接了过去。什么时候师母和赵氏的关系这么好了？快去让这个贱人闭嘴！赵巧兰，你快些闭嘴，不然就让祖母休了你。什么时候我齐天明的夫人也是你这个小丫头想休就休的？齐天亮就是这样教你做人的吗？你辛苦了，剩下的交给我吧。然后又看向旁边的乔氏，把人带回院子洗漱一下，换身衣裳，一会儿让平安送些药膏过去。你们俩就在院子里休息，别出来了。齐大夫刚刚看到跟继母对骂的赵氏时，他的心里酸了一下。要知道当年那对母子还没有离开清溪镇时，赵氏有多惧怕自己这好继母，暗地里也不知道被搓磨了多少次，身上平时能见到一些大伤小伤，只是当时碍于孝道并不能反抗什么。今天能见到赵氏挡在医馆门前跟继母对抗，他的心里是感动的，是欣慰的。逆子还不过来见礼！哟，老夫人，您这么大年纪堵着我家医馆，怕是不合适吧？你居然连一声母亲都不喊了，真是大不孝啊！老婆子，我一定要去告你！看来果然是翅膀硬了，在我面前都敢挺直腰板了。老夫人您错了，我母亲早已仙逝许多年，我这个人呢，那是十分孝顺的，每天都去给她老人家上香。你，我说的是我是你的继母，你的母亲，你居然用这种态度对我！他原以为这个逆子回来之后还会像以前那样拿捏他，没想到见了面却是这个样子。当年您带着所有家产以及家传遗书离开清溪镇后，齐家前任族长已经在几位族老的见证下，将您那位宝贝儿子的名字从族谱中划了去。至于老夫人您，老族长也写下了休书，齐家的祖坟绝对不收您这种人。齐大夫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之前还耀武扬威的老夫人居然早就被夫家给休弃了。原来早在多年前我就被夫家休弃了，最疼爱的小儿子还被逐出了家族。老夫人这样想着，便觉得眼前越来越黑，紧接着便直接晕了过去。老夫人，祖母，你快醒醒呀！齐大夫掏出随身携带的针包，给老夫人扎了几针，对方这才悠悠转醒。老夫人可要保重身体啊，可别气出个好歹来。我这就让人把当初老族长写的休书给您拿过来。齐大夫原本就因为当年的事情记恨这个继母，这会儿更是时不时提到休书，好让自己解恨。你个逆子，你会遭到报应的。程嬷嬷，我们走。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就很平静，所有人的生活都按部就班的过起来。兰草隔天去一次医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前面抓药，偶尔也会跟着齐大夫一起处理包扎一些外伤。丰盛的时间也安排得很满，只除了晨练那会儿有功夫练武，其他时间不是背书就是写文章。斐月在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有事情要处理，直接离开了县城。他之所以这么放心，主要是因为自家姑娘和大河两人联手起来，已经能跟自己打了个平手了。整个县城里几乎没人能挡得住他们两人的攻势。小叔，你的考篮准备好了没？里面的东西可是要再检查一遍，千万不能有纰漏。放心吧，我和来顺已经检查过好几遍了。油布带了没有？我给你准备的竹筒带了没有？还有那件特制的衣服，晚上可以盖在身上，一点都不冷。带了，你说的我全都带了，你就放心吧。真是个小管家婆，怎么感觉这会儿这小丫头才是长辈呢？那唠叨劲儿比起刘婶来可是一点都不差。小叔，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要写信告诉大叔和
过师傅。哎呦，祖宗啊，我错了，别戏了哈。等这次考试结束了，小叔带你回山上玩几天可好？这个季节不冷也不热，山上的果子全都成熟了，咱们回去打几天猎，顺便看看小辉怎么样了。第二天一早，而是早吃过早饭就往县衙那边赶过去。今天的考场就在县衙旁边的一个大院子里。小叔，在考场里一定不要紧张哦，我在家里等你。知道了，都回去吧。你一会儿不是还要去医馆，可别去晚了。姑娘，你不用担心，二爷后面要参加的考试还多着呢，难不成你每次都守着？以后小叔去哪里考试，我都陪着就是了。他起先对于学医这件事并不怎么上心，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反而觉得医术学起来也不错，这里面博大精深，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很多。你想跟着我一起去府城？毕竟你还从来没有正式回过家呢。不了，现在我们家就只有我和小叔2个人在，如果我走了，剩下小叔多孤单。再说了，姚家不一定欢迎我，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兰草心里清楚，自己内心深处是抗拒姚家的，毕竟自己没有在那里长大，几乎没什么感情。再说了，他之前给魏康和姚慧欣都用过了加了健体丹的稀释液的清泉水，想必他们俩的身体应该好了很多，没准很快就会再生一个孩子，到时候自己的处境应该很尴尬。他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就挺好。那行，飞月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别被别人欺负了去。知道了，师傅。现在整个县城可没几个人能欺负得了我，你徒儿我现在可是很厉害的。师母，这次也要去府城吗？他现在身怀有孕，还是不在路上颠簸了。这要是在路上有个什么事儿，那还了得呀。齐大夫苦笑着摇摇头，他知道自己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只是惹恼了小娇妻，这不中午都不让他回家吃饭了。小叔，你醒啦。小叔，你今天好像有些不一样。嘿嘿，风声3两下从树上滑下来，被你发现了，哈哈哈！我就是刚刚考试了一场，想要放松一下，然后狠狠地咬了一口手里的果子。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11岁的小少年。自从丰年离开清溪镇之后，他就一直拼命读书、学习、练功，想要早些追上丰年的脚步，确实把自己逼得紧了一些。小叔，师傅去府城了，魏大夫在府城给白英哥相了一户人家，他们过去打算操办婚事呢。白英哥要成亲了，他还真不打算回来了，直接在府城成亲。嘿嘿，小叔，咱们什么时候回山上？这都有3个月没回去了。过几天吧，我得先看看考上童生了没有。小叔这次一定能考中童生的。嘿嘿，就你这小丫头会说话。接下来的几天，他先是等到丰盛考上童生的消息，原来丰盛接下来的日子还不能松懈，要为后面考秀才做准备。斐月来信说，他的事情已经快要办完了，过几天就启程回县城，大概20多天就能到家，让兰草不用担心他。兰草算了算，斐月这次出门办事差不多走了有2个多月了，看样子能在天气大冷之前回到家，这样挺好。兰草又打开了另一封信，魏康的信里面写的就比较繁琐了，大部分都是在询问兰草在县城过得怎么样，有没有被人欺负，还说了年后他外出查账的时候会过来看他，又说了姚慧欣给他准备的几身衣裳，还有一些小玩意儿，最后还说了再过几个月他就又多了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了，他娘年后就没法过来看他了。兰草从这封信里面看得出来，魏康的心情很不错，想来他也很期待家里再次添丁的。把信放在桌子上，兰草默不吭声的把自己泡进温泉池里，缓缓闭上眼睛。此刻的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说难受吧也算不上，说欢喜吧倒也没有多少。早在兰草第一次见到魏康时，把那个装着清泉水的竹筒送给他时，还有在路上悄悄给他的药里加清泉水的时候，兰草就想到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或许魏康和姚慧欣再次有了亲生的孩子，就不会那么在意我了吧？不在意就不在意吧，反正我在丰家过得挺好，自由自在，上面还没人压着我，想上房就上房，想上树就上树，想下河就下河，想干啥都行。大树管不着，小树不会管，飞嬷嬷管不了，乡里只会听我的。这样就挺好，还没有人阻止我练武、学医、雕刻、酿酒，再也没有在这里这么自在的日子啦。很快兰草就想明白了，他原本对魏康和姚慧欣就不怎么熟悉，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不怎么关注自己也挺好的，免得以后自己要去西北的时候，他们俩又仗着亲生爹娘的身份不同意。不过这一次送给他们的年礼还要再加一些，就从空间里挖了几株上好的药材好了，反正他现在炮制药材很熟悉，在空间里就能完成。兰草这边刚把这几天的功课补完，刚准备把昨天没完成的木雕完成，忽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可算是回
回来了，姑娘可都惦记了好久呢，快进来，我这就给您烧热水。好，再煮碗姜汤。绯月拍打了一下身上散落的雪花，这才走进屋里。姑娘，奴婢回来了。绯月，你可算是回来了，可担心死我了，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兰草之前已经习惯了身边有绯月这么个人，这一次对方有事离开，他可是过了好久才适应过来。姑娘不必担心，奴婢一切都好，事情也办得很顺利。绯月见到兰草同样有些激动，他也没想到自己这一去就是几个月，在外面同样也担心家里。香梨，去熬些姜汤，再做些热乎的饭菜。春桃，烧些热水，让绯月好好泡个澡，外面太冷，可不能冻坏了。香杏，给绯月的屋里备上炭盆，厚实的被褥都拿出来铺上。是，姑娘。怎么样？你这次累坏了吧？兰草双眼亮晶晶地盯着绯月，希望他能说说这一次出门的事情。累倒是不累，就是有些冷。奴婢回来这一路，从北到南几乎都在下雪，咱们这里还好一些，往北走，许多人家的房屋都被大雪压塌了。那大雪一下就是好几天，许多百姓的房屋都塌掉了，有些一家几口全都被压在废墟里。他这一行人还帮忙从废墟里挖出好些人来。这么严重，房子都塌了。是啊，咱们这边还好一些，主要是北边几个府全都遭受了这场雪灾。绯月说话时神情有些低落，他能做的有限，只能把消息上报上去，然后就是搜救一些被房子压塌的那些人。各地官府应该会解决这事儿的吧，百姓不至于受太多苦。就算是官府的反应速度再快，赈灾的物品都总没有那么快送到百姓的手里的，他们现在还是需要防寒保暖的物品。各家的粮食虽然能挖出来，不过也是一个大缺口。绯月对于这一次的事情很不看好，他这一路可是见了太多，只是自己能力有限，又能救多少人，又能管多少人呢？希望他的消息传回国师府之后，京城那边能尽快调拨特资下来。现在的空间里已经存了各种粮食、药材、果子、蔬菜，各种蛋类、鸡、鸭、鹅、兔子这种小动物。我是不是该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他怕给自己招祸，给封家招祸。一时间，兰草有些拿不定主意。他烦躁地在空间里的草地上走来走去。怎么办？怎么办？该做些什么呢？爷爷，小草该怎么办？外面许多人的房屋都被大雪压塌了，小草想为他们做些什么？您看，您送小草这个空间里已经有许多粮食和药材了，这些正是他们需要的。可是小草不敢拿出来，小草怕给大叔和小叔惹来祸多。爷爷，小草该怎么办？兰草念叨了许久，依然没有想出好办法来。姑娘心里可是有事？昨晚一直在想你说的事，有些睡不着。姑娘，这可真是奴婢的罪过了，早知道会是这样，昨天晚上就不多嘴了，害得您一晚上没睡好。奴婢已经给京城那边传信了，主上会想办法解决这事儿的，想必他现在已经让人在处理了。他知道姑娘是个心善的，却没有想到竟然会因为自己的几句话就一夜没睡好。没事，这事儿一会儿再说，还是去练武场活动一下筋骨的好。费嬷嬷怎么起得这么早，也不嫌冷？费嬷嬷眼馋留神身体好，可以跟着姑娘出门，这不还嫌天天早起溜达溜达，想把身体练好一些，以后跟姑娘一起出门呢。香梨凑到绯月身边，将费嬷嬷前几天一大早起来扎马步的事情说了一遍，引得绯月一脸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这么一个老顽童，哪里像是从太后娘娘宫里出来教导规矩的嬷嬷呀，简直就是两个人呢。嬷嬷喜欢就好，待在宫里大半辈子，也规矩了大半辈子，现在怎么自在怎么来吧。在姑娘身边时间长了，真的会放松很多。我不也是一样，从前也是冷冰冰的，现在不也柔和了很多，还有了心仪的男人。想到这里，他的脸都开始微微发烫。北方下了那么大的雪，也不知道要冻死多少人呢，我也为他们做些什么。可是姑娘，以咱们封家的实力，施个粥还行，其他的肯定不太方便吧？绯月对于封家的情况很了解，几个主子手底下都有铺子，但是也不是所有铺子都很赚钱，家里的积蓄比起那些大富之家可差得远。我是说我不是封家。姑娘是自家主上的师妹，必定跟主上一样有一些神通，这事儿自己之前多少猜到一些。姑娘，您需要奴婢做什么？绯月想清楚这些之后，心里有些小激动。少主这是彻底相信我了，那我以后就是少主身边第一人了，就像主上身边的不凡一样。绯月，我能相信你吗？兰草还是有些犹豫，他其实想通过国师府的势力把自己空间里的东西送出去。兰草不想给丰年和丰盛招惹祸端，他可没有忘记远在京城封家还有一个强势的仇人呢。扑通，
少主，奴婢在您来之前就被主上交代过，以后生死都是少主的人，只听令少主一人。那行，我现在说说我的想法，你看看可不可行？兰草听到绯月这么说，直接将人扶起来。少主，您说。他并没有以往那样跟香梨一起喊姑娘，而是喊少主。我这里有粮食、药材，还有酒，至于保暖的东西，确实没有多少，只有一些以往打猎弄的皮子，也不算多。这些东西如果送到百姓手里，或许能帮助他们一样，只是我不想这事引人注意，免得给大叔他们招祸。少主，国师府其实在各地都隐藏有物资，为的就是应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天灾人祸。这些事也是主上亲自出手安排的，而且咱们县城就有一个藏物资的地方。真的？咱们县城就有？在哪里？说起那个地方，姑娘您一点都不陌生，正是您之前住的那座山上，这也是奴婢知道的唯一一个藏物资的地方。此时的绯月恍然大悟，他知道为什么在自己离开之前，少主特意将自己喊过来，交代了这么一个地方。什么？在山上？山上哪里呀？是啊，想来主上之前就猜到姑娘会有用到的这一天，所以才会提前告知奴婢地点。果然少主和主上同出一脉，都是有神通之人，要不然那些东西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在山上什么位置吗？那些东西放到哪里？然后呢？怎么送到受难的百姓手里？奴婢只知道每次有灾难之时，国师府会从各地调拨物资过去。每次有大灾大难，国师府都要忙一段时间，直到灾情结束。主上说那个位置您是知道的，他说就是房子那里。哦，房子那里？兰草有些疑惑。我在山上的院子之前被李家人毁了一次，后来重建的时候，并没有听说发现什么机关暗示什么的。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回山上一趟，早些把东西送过去，也好早些送到受灾百姓手里。既然北方遭遇了雪灾，那西北现在怎么样了？姑娘想的没错，西北今年的风雪特别大，近10年来都没有这么大的风雪呢。绯月说起这个话题，脸上的表情都严肃了不少，他又何尝不担心那个男人呢？那大叔该冻坏了。兰草这样想着，鼻子不由酸起来。大叔在那样的天气里要怎样生活？会不会已经冻得手脚都烂掉了，饿着肚子和敌人在拼命呢？姑娘，您别吓唬自己，西北那边虽然风雪大了一些，但是这个时候敌人也不会冒着风雪进犯，他们反而能稍微舒缓一些。再说了，京城那边时有调动粮草过去，他们不会饿着冻着的。绯月嘴上这样说，其实心里也没什么底。国师府的大部分注意力也放在民间，对于军众的事情还真是插手不得，更何况像粮草这么重要的物资。不行，我不放心，得安排咱们自己人给大叔送些过去。兰草一想到自家大叔饿着肚子，手脚都冻烂了，还要提着大刀跟人拼命，他就心疼的直难受。都听姑娘的，要不等咱从山上回来了，您让奴婢去送。他的心里是担心丰年的，所以想趁机过去看看。好，你到时候一定要多给大叔带些东西。兰草倒是想自己去西北送物资，不过他心里清楚，所有人都不会答应他在这个时候出门的。兰草也在用自己的意念操控着空间，里面的粮食、药材全都开始自动收割起来。这是他昨天晚上才学会的新技能，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学会了。他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所有活都要自己一点一点干，用意念操作着，把那些粮食和药材直接将那些麻袋装满，正好清空了空间里一半的库存，剩下的就留给大叔好啦，反正他那边也需要。兰草站在小山崖上，指着下面的一个石台和棚子说：就是这里，一定是在这里。虽然这里只是个棚子，不过它却是爷爷临时的房子。啥？什么？这也算房子？我们下去肯定没错的，我当时就是在这里见到你们府上那人的。真的？姑娘就是在这里遇到主上的，那8成就是在这里了。绯月说完，丝毫不犹豫，直接纵身从山崖跳了下去。自家主上可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这里，没准儿就是来这里放东西的呢。姑娘，您可不许和他一样就这么跳下去，太危险了。放心好啦，我怎么会呢？最多拉着你一起跳。兰草因为找到这里，感觉快要成功了，也有心情跟大河开起玩笑来。姑娘，就是这里，我上去接您。好。然后直接抱起兰草就跳到了崖底。哎，姑娘，你守在上面，我马上就上去。这次的事情只怕是牵扯到了国师府，姑娘不想让我参与，那我就守在上面好了。兰草再次来到熟悉的石台和小棚子时，心里感慨万千。当初我被丢进山里时，就在这里过了一夜。那天夜里下着雨，我爬上石台，缩在这里面美美睡了一觉。姑娘，您没事吧？没事，我好得很呢。你说说，刚刚找到什么啦？这个顶上有块石块可以活动。
是个卡槽。我试试这个。斐月说着，从怀里取出他在国师府专属的令牌。兰草睁着大眼睛看着斐月手里的令牌，不由想到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同款不同色的，是不是也能用在这里？轰隆，那山壁上缓缓移开。哇，真的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到了机关的神奇之处，就连旁边的斐月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赞叹自家主上的厉害。我们进去。这个山洞高且大，山壁上还留有通风口，里面看起来极为干燥，很适合存放粮食。山洞的一个角落还堆放着一些麻袋，兰草上前将其中的一个麻袋抠了个小洞，从里面掉出一小撮白花花的大米。斐月小心地将整个山洞检查了一遍，看着眼前这一堆粮食，惊叹道：主上说的果然没错，他一定知道你以后会用到这里的。或许吧，毕竟他可是国师。兰草对于斐月口中的国师不是很了解，他也只见过那人2次，不过对方倒是时常从京城给自己带一些珍藏的书籍和小玩意儿。姑娘，这里没有问题，您看。你先出去吧，剩下的事你不用管。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想让对方看到，即使他已经猜到也不行。是，少主。兰草目送着斐月退出山洞，看着他攀上山崖，离得远远的，他这才挥手将自己空间里的东西，粮食、药材、皮毛分出来一半放在山洞里，回头看了一眼占据半个山洞的物资，兰草转身出了山洞，并且用自己那块黑色玉牌将机关恢复到原样。这边斐月跟大河没说2句话，就见兰草已经从崖下上来了。姑娘，可是出了什么事？在他看来，姑娘这么快就上来了，事情肯定出了差错。大河虽然什么都没问，不过也关切地看着眼前的兰草。已经完事了，我们走吧。兰草说着晃了晃手里的白色令牌，将它放到斐月手里。完了。斐月拿着令牌还有些不敢置信。走吧。兰草也不管斐月和大河这会儿是个什么表情，径直往前走去。斐月和大河见状也赶紧跟上。就在这时，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几人刚刚留下的脚印很快就被大雪花覆盖住了，什么也看不到。走在最前面的兰草此时心里一点都不平静。最开始他在空间里试着种粮食种菜，是为了让自己吃饱，到了后来又种了各种的果树和药材，是为了卖钱。再后来去过一次府城之后，他也不敢再把那些东西往外拿，生怕给大叔他们招惹祸事。要知道山上的院子可是被府城那个李夫人派人给砸了的，好在现在有国师府那边的势力在，自己也可以为那些遭难的百姓做些事。至于斐月会不会把今天的事情透露出去，这一点兰草是不担心的。很早以前爷爷就在自己的空间里放了许多药丸子，其中就有一种中心丹，他早就把这种丹药混了自己一点血液，让斐月、香梨和大河几人吃了下去，因此他并不担心斐月有一天会背叛自己。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兰草整个人轻松了许多。斐月，你什么时候联系国师府的人？要快一些。他怕时间拖久了，自己的粮食送过去已经晚了，没法帮到许多人。姑娘放心吧，奴婢刚刚已经放信号了，他们今天晚上就能赶到来。已经放信号了？那些人晚上真的能到山上？他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弄走？他心里还有些好奇，国师府是怎么从山里把那些粮食弄出去的？少主放心好了，这里既然是主上暂存物资的地方，也是有人暗中守着的。至于怎么把粮食弄出去，他们自然有方法。哦，那就好。粮食送到地方，给我回一声。是，少主。斐月，我还打算往西北送一批粮食和药材，以及御寒的东西。他也是想借国师府的手把东西送出去，主要是怕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物资会被有心人盯上。这事儿少主只管把东西准备好就行，明天回到县城我们准备一下，后天就出发。你真的要去西北？可是你才刚从北边回来，这眼看着再过1个多月就要过年了，你这……兰草有些不忍心让斐月跑这一趟，再怎么说对方也只是一个姑娘家，接连奔波这么长时间可是很累人的。听到兰草这样说，斐月原本有些严肃的神情渐渐缓和了一些，他踌躇了一下才说：姑娘，这是我想去的。兰草原以为斐月接下来还要再说什么，谁知道他竟然开始脸红起来，也不知道想到什么了。可是我怕累着你，毕竟你去北方就花了2个月时间，你这样再去一趟西北，等回来的时候都开春了。斐月知道自家主子心疼自己，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心思，西北有自己想见的人，他也想看看对方在那里怎么样了。姑娘，有我在，那些东西还能早些送到西北去，如果让家里的护卫送，只怕过完年才能送到。其实我倒是想和你一起去西北，把那些东西直接送给大叔。兰草有些失落地耷拉着小脑袋，如果不是自己现在年龄还小，他是一定要去西北一趟的。姑娘，再过几年您再去，那时候大伙儿都放心。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我要把东西放到哪里？总不能再找个山洞吧？我们在县城有个威武镖局，镖局有个极大的库房，那里可以放东西，都是自己人。那行，明天回去了，咱们直接去威武镖局。姑娘，我们明日一早就出发，就不跟您道别了。
了，大概年后再回来。我这里有个包袱，你帮我交给大叔，这是我专门给他准备的。我给大叔的信也在包袱里面，这个小一些的是给你准备的，里面是一些常用的药丸，都是我自己做的，你路上小心。里面是他特意给翡月准备的药丸，是他这段时间在空间里做的。多谢姑娘，如果姑娘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去找镖局的聂镖头，他知道您就是少主，会替您解决的。我这次离开又是几个月，还真是有些不放心呢。我知道了，你快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我让刘婶和费嬷嬷给你准备了几套厚棉衣，记得带上。翡月天不亮就离开了县城，与他同行的还有家里的3个护卫。再怎么说，这些东西也是封家送过去的，跟几个人过去完全有必要。兰草接下来的日子就平淡很多，他每天除了去医馆里帮忙，就是窝在家里雕刻、读书、做功课，偶尔去酒坊或者绣坊转转。腊月22这一天，兰草缩在屋里摆弄新研究出来的小机关，这是他上次上山之后亲眼见过那种大型机关之后，根据那个研究出来的。姑娘，大少爷回来了，已经进院子了。哥哥，是你回来了吗？哥哥，小草，哥哥，太好了，我好想你。怎么样，哥哥回来你开不开心？当然开心，上次在府城只是匆匆见了一面，这一分开就是1年，我当然想哥哥了。兰草说着，眼圈都有些泛红。以前在山上时，就是他和丰收还有丰年以及白霜4人，这才2、3年的时间，当初的一家人居然已经各奔东西，1年了才能见一面，这让他的心里怎么能不难过呢？姑娘，要不还是先让大少爷先进院子洗漱一下，再泡个热水澡。哥哥，你先去洗漱换衣。刘叔，哥哥房间里的被褥也要换上新的，这一直没住过人，要好好收拾一下才行。哦，对了，还有那些随行的人呢，让大厨房那边给他们准备吃食。对了，还有什么？兰草一时间高兴的有些语无伦次，手忙脚乱的给丰收安排着。小丫头你就放心吧，有刘叔在，他会安排好的。再说了，我这是在自己家呢，还怕这些人照顾的不周到吗？丰收有些无奈的摇摇头。对，大少爷回自己家，老奴还能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妥妥的。兰草回到房间之后，从空间里拿出一些养身子的保命的各种药丸，他打算一会儿交给丰收，毕竟对方的身体可是不如他和丰盛的好，就算是之前服用了健体丹，他依旧有些不放心。我看哥哥跟之前在山上时完全不同，精神很多，也开朗了，高了，壮了。你也一样，长高了，可爱了。嘿嘿，哥哥快喝些汤，让身子暖和一些。尝尝这个，里面有你最喜欢的冬笋。还有这道菜可是刘婶新琢磨出来的，味道很不错呢。哥哥你看，你旁边这个院子就是大叔的，大叔还从来没住过呢。我上次从镇上搬来的时候发现大叔有一个珍藏的箱子，哥哥猜猜那箱子里是什么？兰草眨巴着大眼睛等着丰收回答他的问题。这我哪里知道，我可不知道爹珍藏了什么东西。嘿嘿，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把那个箱子搬出来。很快兰草就抱着一个大木箱出来了。哥哥，这个也是你的，以前咱都没见你玩过。小时候只能坐在屋里打鸟玩，后来咱们那院子附近好长时间都没有小鸟停留了，我就不再玩了。丰收接过弹弓，轻轻抚摸。兰草看出丰收眼睛里的落寞，知道他对自己的童年多少有些遗憾，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能活下来已经很难得了。又将箱子里的东西全都翻出来看了一遍，只见丰收抱着几件旧衣服和虎头帽，独自伤神，眼圈都有些微微泛红。哥哥，你怎么啦？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想爹了，也不知道他在西北怎么样。我回来之前借用父亲的商队，我西北送了些东西，也不知道他收到没。还有白姨，她之前照顾我极为用心，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她是我亲娘呢，直到懂事之后才知道她是我奶娘，只是现在也不知道她现在去了哪里。哥哥你就放心吧，大叔在西北很好，前段时间我也给他送了一些粮食和棉衣，想必这会儿已经收到了。还有白姨，听小叔说他现在在一个庄子上专门种草药，自己做药丸药膏呢，而且他也已经嫁人了，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兰草故作轻松的开导丰收，对，他们都会好好的，这就够了。我已经跟父亲商量过了，等我过2年再长大一些，就去西北看爹爹。真的？那可太好了，我跟小叔也是这么商议的。再过几年，如果大叔还没从西北回来的话，我们就去西北找他。你想见白霜直说就是，干啥绕弯子呀？我刚刚是不是吓到你了？乖啊，小叔知道错了。我以前跟你说过想见白姨，你都拒绝了。我只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好，都是我的错。既然你想见，那就见就好了。现在离过年还有几天，那就让他回来陪你们过年，好不好？当初只觉得白霜是个拎不清的，不想让他给丰收带来麻烦，却忽略了他之前也
真心待两人。真的，我能见白姨了。说起来，我也是近2年没有见过白姨了，太好了，去书院之前见白姨一面也挺好的。得到丰盛肯定的回答，两人一下子就欢喜起来。我去让人给白霜传信，让他回来陪你们过年。白霜回来了，正在前院。大河说出了一个让兰草惊喜无比的事情。真的，那可太好了，让刘叔给他安排个住处，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哥哥去。姑娘，兰草这才发现大河的脸色有些古怪，是不是出什么事啦？白霜似乎有些不太好。怎么了？白姨出什么事了？丰收之前就听到两人的对话，直接从书房走了出来。哥哥，白姨回来了，大河说不太好。这时丰盛也从屋里出来了。请大夫了没有？现在人在哪里啊？去请大夫了。白霜这会儿在前院，小的怕出什么事儿，才过来告诉姑娘和大少爷一声。大河可是知道自家姑娘有多盼望着白霜回来，因此这才过来禀告一声。走，我们去前院看看。虽说白霜去了县城之后有些拎不清，但是在山上的那些年，她确实在用心照顾自己，这份情她忘不了。房间里，白霜一脸苍白地躺在床上，她的旁边守着一个高壮且憨厚的汉子，此时正焦急地抓着她的手。媳妇儿，你可别吓我呀！媳妇儿，你怎么样啊？我没事，你别这样，让姑娘和少爷看了笑话。白霜抬眼见到从屋外进来的几人，苍白着脸推了推身边的人。见过二爷、大少爷、姑娘。见过。白姨，你先躺了，别说话，让平安哥给你把个脉。然后安慰了2句，便退到旁边，留下平安给他把脉。把了一会儿脉，别说以前是懂药性药理的，也能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药丸和药膏，不应该发觉不了自己身体的问题啊！你不是就懂医理吗？怎么会发现不了自己有2个月的身孕，还让自己动了胎气？好在胎儿没事，要不然呢，可遭了大罪了。他的话一落音，屋里众人全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特别是跟白霜一起的那个汉子，更是喜极而泣。媳妇儿，孩子没事儿，大夫说孩子没事儿。大夫，我媳妇儿动了胎气，你快开个方子。太好了，白姨有了身孕，平安哥，你快开方子。丰收见白霜一脸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他身边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呵斥关怀，从小爱护自己的白姨现在好好的，看起来还有人疼，这样也好。有了自己的孩子，白姨或许就不会那么惦记陈家的那个女儿了吧。哥哥，你和小叔陪平安哥喝杯茶，我去取药。就拿着药方离开了。丰收并没有跟丰盛一起离开，他好不容易才见到白霜，不想这么快就离开，更何况白霜现在很不舒服，他想陪在他身边。少爷，白霜见到丰收孤零零的站在屋里，一脸担心的看着自己，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白姨，我们不知道你有了身孕，要不然也不会写信让你回来的。丰收的眼睛也有些湿润，从小到大，白霜是陪伴照顾自己时间最久的人了，这会儿看到他脸色苍白躺在床上，他的心里还是有些难过的。少爷，奴婢也想回来看看您和姑娘，见到你们都好好的，奴婢也就放心了。至于有身孕的事情，我一早就知道的，是我想回见你们，少爷不用自责。他也有近2年没见过丰收和兰草，心里也惦记着两人，有机会当然要回来看看了。大少爷，这事儿我们一早就知道，原本也做好了准备，没想到回来之后还是惊扰了几位主子。当时得到消息可以回来过年，他们2口子可是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白霜的意愿占了上风，两人这才拾掇回来。这位少爷，这是我男人苏大义，也是我们那个庄子的庄头。苏庄头，以后对我白姨好些，要不然我可不依。大少爷放心，小的一定会对双儿好的。苏大义对着丰收行了一礼，然后憨厚的笑看了白霜一眼。少爷，您这2年在秦家过得怎么样？奴婢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呢。白姨，你就放心吧，我可是秦家名副其实的2少爷，过得滋润着，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就知道了。丰收说着，抬手在自己胸脯上拍了拍，又戳了戳自己脸上的肉给白霜看。他这搞怪的模样，一下子将一脸担忧的白霜给逗笑了。他前面那些年真的很少见到丰收这么孩子气的一面。看样子少爷还真是长高了不少，也壮实了一些，就连性格都开朗了不少。当年那个病弱不堪，时时处处需要自己照顾的奶娃娃早已经长大。对了，白姨，你在庄子上过得怎么样？说来还要多谢二爷，当初如果不是他出手，我也不会有现在如此自在的日子。每天在庄子上看一下那些草药的长势，然后就是专心做些药膏、药粉或者药丸，这些都是我喜欢的。而且现在我也有了家有
了孩子，以后的日子不会难过的。白霜说着，温柔地看了正紧张盯着自己的苏大义一眼。丰收看着这样的白霜，发自内心为他高兴。原先在山上的一家人里，爹爹去了西北，自己回了秦家，小草跟着小叔在县城，现在白姨也有了自己的家。现在一家人虽然早已经不在一起，但是各自都过得舒心，那就够了。正好这会儿兰草端着一个小小的茶壶先一步过来，这茶壶里他可加了不少清泉水，喝下去对于白霜也是有好处的。兰草也没想到白霜居然怀了身孕。白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来，先喝杯水暖暖。哎呦，怎么能让姑娘给奴婢端茶倒水呢？这哪里是姑娘干的活啊？毕竟自己只是个下人，不能拿之前在山上时的样子来相处了。这有什么？一杯水而已。白姨快喝，水温刚刚好。这时苏大义把白霜给扶了起来，朝兰草道了声谢，这才将杯子接过去给白霜喂了下去。丰收和兰草站在一边，看着苏大义悉心照顾着白霜，两人相互对视一眼，对于这个男人的印象好了许多。白霜喝过水，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几分，之前身体上的不舒服也缓解了一些，肚子也不觉得那么疼了。苏大义再次将他扶躺回床上，这才退出房间去洗漱收拾，把空间留给兰草三人。白姨，那个人对你怎么样？他要是敢欺负你，我给你出头。他是那个庄子上的庄头，前头死了一任妻子，家里没有孩子，现在对我很好。那就好。白姨在庄子上是不是很辛苦啊？不辛苦的，那个庄子上种的全是药材，我只要把泡制好的药材做成药丸、药膏或者药粉就行了。我在那里还带了2个徒弟，有什么琐碎的事情都是他俩在干，一点都不累。白霜知道兰草是在关心自己，便把自己的事情尽量说得更详细一些。只不过白姨还是要小心一些，您现在怀有身孕，还是少接触药材为好。姑娘现在懂得可真多，你连这个都知道啊？白姨不知道了吧？小丫头现在可是在齐大夫的医馆里学医呢，现在她专门负责给病人抓药。听平安说，自从她开始抓药以来，从来没有出过错呢。真的？小草，你已经这么厉害了？白霜听到丰收这样说，她一时欣喜，激动的又喊出以前常用的名字。是呀，我想学了医之后，以后能帮到大叔一些。兰草被白霜夸得有些害羞。好，在医馆好好学，你大叔能用得上的。白霜欣喜的摸了摸兰草的头。哥哥也很厉害呢，过完年他就要去荣城的白山书院读书了，那里可是咱们大周朝鼎鼎有名的书院呢。荣城白山书院，那不是很远吗？也不算太远，坐马车20多天就到了。那少爷准备谁陪着你去啊？一共去几个人？可是随身带个大夫。白姨，你就放心好了，我现在身体好着呢，都练了快2年的武了。这次出门，父亲给我安排了3个人，回头小叔还要给我安排人，我都一并带过去。这段时间，小叔正在对我的随从加紧训练，保证出发时一个个都能以1敌5。而且父亲已经派人先一步去了荣城，要在那里给我买个宅子，到时候休沐时也能有个地方住。白姨就放心好了，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刘婶端着熬好的药走了进来，将那碗汤药给白霜喝下去。喝过药的白霜多了一丝困意，兰草和丰收便不再打扰他，让苏大义守着白霜休息，他们2个则回了丰收的院子。这边兰草众人的生活已经恢复以往的状态，远在西北的丰年却遇上了麻烦。他这会儿苍白着脸趴在榻上，嘴里还咬着一块布巾，身后的军医满头大汗的将他系着的箭头拔出来。好在将军身上穿有护甲，那箭射的并不深，只不过箭头上面抹了毒药，好在腐肉已经挖去了，暂时不会有事。老朽还要回去研制解药才行。胡军医重重的吐了一口气，刚刚的情况太过危急，愣是让他在这大冷天里出了一身的汗。这事儿没完，得抓紧时间把将军体内的余毒解了才行。男装打扮的斐月这个时候端着药碗走了进来，他今日进军营，原本是要跟丰年告别的，谁成想却见到他一身血的被人抬了回来。这时斐月把汤药端进来，正好可以给丰年喂下去。怎么是你？现在的丰年虽然没被疼晕过去，不过他却因为之前的疼痛虚弱了不少。别说话了，先把药喝了。斐月的心里不好受，眼睛也有些红，脸上的心疼怎么都掩饰不了。好，熬药的时候，斐月加了一些兰草让他随身带的清泉水。这东西一直用小瓷瓶装着，没想到今日竟然用上了。这药可太苦了。哎，对了，你怎么过来了呀？你先别管我，你这边是什么情况？后背中箭，难不成是自己人下的手？他拿着帕子擦去丰年头上的冷汗。这次的事情蹊跷得很，八成是自己人下的手，我已经让人去查了。一想到这事儿，丰年就恨得牙痒痒，自己还是大意了，挡了别人的道。刚刚大夫说这箭头上有毒，他还要研制解药，这是临走时姑娘给的解毒丸，你快吃下去。我这里有，现在不急着吃，等出了军营再说。可是你中毒了，现在不赶紧解毒怎么
行啊？斐月有些着急，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万一中毒太深伤到身体怎么办？放心吧，我自有打算。丰年感觉现在的军营也不安全，因此并没有向斐月过多解释。哎呀，真是气死我了！不管了。斐月被这样的丰年给气得不行，一跺脚直接出去了。丰年从来没见过斐月这种小女儿的姿态，脸上多了一丝笑意。只是不等他继续回味刚刚的感觉，营帐的帘子就再次被掀了起来，一个身穿盔甲的彪形大汉走进来了。冯副将，你感觉怎么样了？听人说你受伤了，还中了毒。段将军啊，末将确实是中了毒，大夫正在研究解药呢。丰年满头冷汗，有气无力地说：什么？现在研究解药？难道你中的是什么稀奇毒药不成？段将军有些傻眼，原以为丰年只是普通剑伤，谁成想还中了毒，而且这毒还似乎不一般。那前锋营怎么办？这2年我们前锋营的军功可都是靠眼前这位打回来的，难不成我刚刚用顺手的人就这样废了？不清楚是什么毒。丰年费劲地抬眼看了一下段将军，然后又搭了下眼皮，这是哪个王八羔子射出来的箭？居然还淬了毒！别让老子逮到，老子活剐了他！段将军越想越火大，直接在营帐里跳脚骂了起来。丰年这会儿浑身难受，懒得听这人跳脚骂人，干脆直接闭上了眼睛。他现在也想知道是谁下的手，不用眼前这人动手，自己就能活剐了对方。对了，你跟前伺候的人呢？就这样让你一个人趴在榻上？一个出去找那个放冷箭的狂徒，另一个出去打水了。哎，那你好生歇着，这次估计得休养一段时间，先把毒解了再说吧。将军，我想回城休养，顺便在城里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解了我这毒。段将军愣了一下，据他所知，这位封副将自从来到营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城，趁养伤的机会回去也可以。于是他没有多做思考，直接应了下来。行，你回去养伤也好，这营里总是不清静，我们找到下黑手的人，自然会为你讨回公道的。丰年点点头，谢过段将军，然后目送对方离开。他的神情冷凝无比，自己这段时间过于顺遂，还是掉以轻心了。斐月提着茶壶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丰年的脸色极其难看，他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只是什么都没说，默默地倒了一杯水。你怎么放心把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万一那个人就是幕后之人，你岂不是很危险？不是姓段的，他还指望着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为他争夺军功呢。你还是得小心一些。我先扶你起来，把水喝了。喝过水之后，丰年的状态好了一些，他犹豫了一会儿，才对斐月说：你先帮我收拾东西，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好。你真要回城去养伤？斐月以为丰年会留在军营里，找到朝他下手的人。你别想着我能离开军营会很容易，估计那些人一击不死，还要再来一次。丰年神情冷漠，来到西北的2年里，他明里暗里遭了多少暗算，都快数不清了。这一次回城，估计也没那么容易。你安心养着，一切有我呢，不会让你有事的。他来到西北也快有1个月了，对这里已经算是很熟悉了，想在晚上出去料理个人还是很容易的。丰年被斐月这样的语气给逗笑了，在别人那里都是男人保护女人，一个女人郑重其事地说她会保护自己，只是不等她笑完，便再次扯到了伤口，疼得她又吸了一口凉气。行了，你还是躺着吧，我来收拾东西。斐月被丰年笑得脸颊微红，将他扶着躺下之后，直接转身开始收拾。没过多久，丰年的那几个亲信阴着脸回来了。怎么找到下黑手的人了？找到了，将军，但是他死了。死了？这么容易就死了？下手的人是谁？将军，下手的正是前锋营的杨川，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憨厚的很，没想到却是个狼崽子。杨川。丰年拧着眉，努力在脑海中搜索这个人的样貌，好久他才想起来，这个杨川确实是一个不怎么突出的人，平日他还真没特别注意过这个人，老实低调，武力和军功都不出众，既不过分出色，也不是垫底的那几个。是啊，将军，真是没想到那个杨川居然一身反骨，竟然敢明晃晃的在背后射黑箭。妈的，如果不是那个龟孙子死得快，老子非把他大卸8块。王虎咬牙咒骂了一声，他真是大意了，刚把那人按住，他居然诡异一笑，便头一歪就死掉了。好了，别气了，那个杨川只是把刀而已，一个普通的前锋营士兵还不会要我的命的。很明显，这幕后还有人，无非就是自己这段时间太冒进，被人看不惯了，或者是挡了谁的道，所以才会迫不及待想要除掉自己。没关系，幸亏自己身上穿了软甲，那箭射得并不深，不过还是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才好，不然还不知道有什么招数往自己身上招呼呢。幕后之人。王虎听丰年这么说，一下子就冷静下来，他也想明白这里面的弯弯绕了。这时外面传来动静，赵亮透过营帐的缝隙往外看了一眼，将军，又来了几个军医，还有郭副将和林副将，这是有人不死心吗？想确认咱们将军会不会死。王虎那暴脾
脾气又上来了，捏了捏拳头就想冲出去。你消停点，不要添乱。你们招呼我晕了。丰年并没有理会两人，而是径直躺好。一直在收拾东西的斐月连忙上前扶了一把，还在他身上的几个穴位上分别按了一下。王虎和赵亮两人见到丰年片刻间就没了动静。众人进来之后，郭副将和林副将也不在意，直接让他们带来的军医给丰年瞧瞧。纱布拆开之后，伤口看着很可怕，红肿的肉外翻着，还有发黑的血液往外渗。在王虎几人发疯一般的怒吼声中，军医连忙重新给丰年包扎好伤口，灰溜溜的逃出营帐。滚，赶紧滚！废物，居然连是什么毒都不知道，那你们来看什么呀？啊，给老子滚！又折腾我家将军一回，啥也看不明白。王虎一直追到帐外，将几位军医骂了一顿。这会儿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几人就是专门来看自家将军死没死的。郭林两位副将将王虎的话给弄得尴尬无比，他们的小心思就这样被人赤裸裸的喊出来，也没脸再在营帐里待下去，只得讪讪的离开。斐月见那几人都走了之后，这才赶紧在刚刚的几个穴位上点了一下，丰年这才悠悠转醒。走了，你快把解毒丸吃下去，要不然耽搁时间长了对身体没好处。斐月始终记得丰年刚刚拒绝吃解毒丸的事情。行，吃下去咱们就回县城。确实是那丫头给的，一模一样。赵亮，准备一辆马车，我们回城去找大夫解毒。是，将军。快，胡子，别骂了，快去准备担架，我们带将军回城解毒去。他跑出去对着正在跳脚骂人的王虎吼了一句：对，准备担架回城解毒。这赵亮和王虎还挺有意思的，配合的不错。很快整个军营都知道前锋营的副将丰年中了毒箭，快要不行了。整个军营的军医都束手无措，现在要回城找大夫解毒，也算是为了救一线生机。军营里有人惋惜，有人开心，有人漠视，有人无所谓，只有丰年的那些部下个个都哭丧着脸。他们这段时间跟着丰年一起杀敌，可是攒了不少军功。他们原本都是丰年的亲信，这会儿见到他死气沉沉躺在担架上，恨不得将那背后使坏的家伙给挫骨扬灰。好在赵亮一早就猜到他们会来送行，便隐晦地向他们打了个手势。那些人虽然气愤，虽然难过，却并没有失去理智，而是怒气冲冲回去了。他们要像往常一样训练拼杀，等待丰年再次归来。马车里，丰年的脸色比之前好了一些，身体也没有之前那么难受了，整个人精神了不少，目光悠悠地盯着渐渐远去的军营。我倒是要看看这次是什么魑魅魍魉要对我下手。你想怎么做？找出幕后黑手，如果能找到当年朝我丰家出事的真相的话，那就更好了，我会将当年的一切都还回去的。丰年压低声音，盯着斐月的眼睛，认真地说：自从斐月这次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头上插上自己之前送回去的簪子，他就知道斐月对自己有心。现在出了这样的事，他还是要把自己的打算讲清楚才好。这事回去再说。哎，对了，你怎么来军营了？可是有事啊？现在没事了，还是回去把你安顿好再说。斐月这会儿没有心思说告别的话，他这会儿已经在盘算着让聂风先派个人去守着自家姑娘。只有大河在，他还是有些不放心。香离毕竟弱了一些，差不多半个时辰之后，众人就回到了城里。斐月敏锐地察觉到，自从他们出了军营之后，就一直有人在暗中跟着。你在看什么？安静点，后面有人跟着，你可别让人发觉异常。斐月没有回头，低声告诫丰年：我就知道那下黑手的人不见我咽气，只怕是不会罢休，回到家还是要装下去的。这怎么是装呢？你本来就受了伤，中了毒，军中的大夫都没办法解，怎么会是装呢？对，不是装的，是真的受了伤，回去啊得好好的养着。丰年看出了斐月眼里的担忧，便赶紧改口。斐月已经跟他带来的几个人打过手势了，观察四周来来往往的人。当天晚上，城中有名望的大夫都被请了过去，只不过居然没有一个人能看出丰年究竟中了什么毒，一个个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至于那无解的毒，当然是丰年自己动的手脚。这些奇奇怪怪的药丸都是当初分别时兰草一股脑塞给他的，当时他还有些哭笑不得，没想到这会儿还真的用上了。斐月却带着人一直盯着那几个尾随过来的人，也好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他这里有事暂缓回去，让聂风重新给兰草身边安排个人。丰年这里的事情不处理干净，他也不放心离开，万一这个男人真的被人害死在西北，他回去也不好向自家姑娘交代不是。不管同城这边的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兰草此时在医馆里忙得脚不沾地。自从元宵节过后，丰收去了荣城，丰盛回县学读书，他就回了医馆帮忙。姑娘可是累了，看您精神不大好啊。没有，就是觉得小叔和哥哥没在家，有些冷清，不知道哥哥现在到荣城了没有。家里剩他一个主子，一时有些不习惯而已，过几天就好了。大
大少爷这会儿恐怕还到不了荣城，估计还得5、6天才行。过2年我再大一些，就去荣城看哥哥。成，等到姑娘再大一些，想去哪里都行。姑娘，镖局那边带来了消息，有说什么事吗？是不是哥哥那边出事了？来人没有说，只是交给了小的一封信。还有信，搞这么正式。当他拆开信之后，上面只有简单的1行字：归期有变，不日另派护卫上门。聂兰草一下子就傻眼了。能在这里说到归期，并且能和镖局扯上关系的，似乎只有绯月了。现在信里提到归期有变，也不知道是不是西北那边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大叔在西北出事了？一时间，兰草的思绪乱成一团，一会儿担心丰年，一会儿担心绯月，他竟然有些坐立不安起来。不行，我得去镖局一趟，这事得问明白。绯月那边可是出了什么事？我只收到1封信，有些不放心，过来问问。兰草也没跟人寒暄，直接开门见山问出自己的疑问。飞统领那边出了什么事儿？我这边是真不知道，只收到消息，暂时先安排个人过去护着你。聂风这会儿也是一头雾水，收到消息之后立马开始选人，为了不使自家少主反感，特意事先送了1封信过去。连你也不知道，是绯月在路上遇到劫匪了，还是丰年在战场上受了伤？是国师府那边有新的任务派给绯月，还是丰年那里需要帮助？少主，如果您想知道西北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卑职可以传信过去，让人查探的，您不用胡思乱想。真的可以查探？当然。此时的玲珑也异常激动，原以为他这个样子只配生活在黑暗里，干些暗杀、跟踪、取证的事情，没想到对方异常坚定，只选了自己一个。拜见主人。他的声音虽然沙哑，却透着几分颤抖，想来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也很难得。快起来吧，你去收拾一下，一会儿跟我一起回去。其一是对于他伤势的好奇，在心中思量有没有可以治好的可能，另一方面就是想看出来他另半边脸上的熟悉感从何而来。主人，可是吓到您了，卑职以后把面具戴上。没事，我就是想看看你脸上的伤有没有可能治好，毕竟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医馆里学医。多谢主人关心，卑职这伤已经10多年了，早已经习惯了。玲珑这会儿是真的感动了，第一次见面的主人不光没嫌弃自己，还想着要给自己治伤，单单是这份心意就足以让自己心甘情愿为他卖命。这些以后再说，你去收拾行李，我马上就要离开了。空间里爷爷留下的各种医书，各种稀奇古怪的药丸，还有神奇的清泉水，说不定我真的有机会把玲珑的伤疤给治好。是，卑职这就去取行李。兰草朝远处的大河招招手，示意他过来。姑娘，您找小的有事？大河，你以后没事就来这里转转，让聂镖头指点指点你。什么？不愿意来啊？聂风见大河这呆样，却有些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不是，我愿意，我愿意。同为习武之人，他第一次见到聂风的时候，就能估出对方有多强。现在有机会被一个强者指点功夫，他怎么能不愿意呢？算你小子识相，那以后就常过来。聂风笑骂了大河一句，他之前可是早已经将大河给调查得清清楚楚，对这人还是有几分好感的。大河，玲珑是我的新护卫，面容有些受损，你不要太过惊讶。是姑娘。主人。行，收拾好了我们就离开。这位是大河，也是我身边的护卫，这是玲珑，以后你们2个都要跟在我身边。此时的大河还有些回不过神来，被他半边脸上的伤疤给吓得不轻。远在京城的国师府，国师林正则坐在书房里闭目沉思。此时书房门被敲响，主上，人带来了。让他进来。国师大人，您找我。大将军的伤可养好了？已经养好了，还要多谢国师大人搭救封某。男人顺着林正则的示意，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大将军不用谢本国师，皆因你养了个好儿子。国师不在意的摆摆手，如果没有丰年救了那小丫头，他也不会出手救眼前之人。不管什么原因，总归是要多谢国师大人的。不论什么原因，国师大人救了自己，又安排自己在国师府上养了1年伤。你看看这个。林正则将面前的1封信推给对方。是什么？封大将军拿起信，好奇地看了起来。阿年中了毒箭，还是被疾风日下的手？封大将军的双手微微颤抖着，感觉手里薄薄一张纸犹如1000斤重，整个人踉跄了一下，跌回椅子上。他是真怕亲侄子的事情在儿子的身上重现。不行，他的伤已经养好了，不能继续再躲在国师府里。我要回西北。他说出了在梦里不知道叫嚣过多少次的话。可以，你回西北正是我的希望，免得你那小儿子跟那小丫头偷偷溜去西北添乱。那2个小的也知道这事儿，还想着去西北，这可不行。
我们封家就剩那么几棵小苗们了，可不能就这样出事。虽说丰收和小草都没有封家血脉，不过已经上了封家族谱，那就是封家的孩子，同样不能出事。放心吧，我已经传消息过去了，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你会去西北，那2个小的也能够安生一些。林正则有些头痛的揉揉额角，别看他通常都坐镇京城，但是要操心的事还真是不少。好在那小丫头快要成长起来了，过2年就能帮我分忧了。真是多谢国师大人，不仅救我逃出升天，还费心照顾2个小的，对我们封家是有再造之恩。他们封家何其有幸能得国师大人的庇佑。不说这些了，我这样做自然有我的道理。这次去西北，你把这个带上，可能会方便很多。是。封大将军看着眼前8丈大的木盒，眼睛忍不住有些湿润。怎么在大人手里？我和陛下都不会允许这虎符落入世家手里。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么多年精心培养起来的将士就不再是大周的将士，而是要成为世家的护卫了。国师大人的脸色极为凝重，这么多年各大世家小动作不断，后来已经演变成了明目张胆了。封家前几年接二连三出事，也正是因为这个。是啊，这东西不能落入那些人手里，否则的话就再也没有大周朝廷了。封大将军手指颤抖着打开盒子，从里面拿出那块熟悉的虎符。这么多年那些世家上蹿下跳，为的不就是这个吗？他们一直朝封家下手，也同样是因为这个。他将这虎符握在手里，深吸了一口气。国师大人，我打算现在就出发去西北。他要回去，要厮杀，要守住大周西北的大门，要为封家几个小辈撑起一片天。去吧，一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行李，让蒙大带人护送你过去，以后他就留在你身边，你也能够多一份保障。也好，多谢大人割爱。封大将军对于蒙大跟随自然也是乐意的。当年他出事的时候，身边的亲信不是被自己勒令留在军营，就是因为护住自己被人杀害。总之他身边现在除了贴身伺候的阿卫，还真是没什么可用之人了。